好，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最近姨太看到很多评论说，华晨宇在歌手2020和王牌两档节目中的心态大相径庭。在王牌对王牌的华晨宇好像更快乐。王牌对王牌作为收视王牌第4季常驻嘉宾，沈腾、贾玲、华晨宇、关晓彤，这个嘉宾组合还是蛮讨喜的，华晨宇无疑收获一波好人气。第5季打的是怀旧，能请到以往大热剧的主创还是受欢迎的。参加歌手当打之年的华晨宇也一次次献上了成熟的作品。第1期的寒鸦少年开始，斗牛，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，我们等。与第1季相比，华晨宇在第2季的风格有所转变，曲风创作呢更加成熟，舞台表现也无话可说。业界人士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，姨太认为这是2个不同的节目，一个是对专业技术要求相对高的歌唱比赛类节目，一个是轻松欢快娱乐性强的综艺节目，有不同表现是很正常的。歌手这个节目拼的只有唱功，你在这个节目的定位就是一个歌手，而不是其他什么人，大家关注的也只是你的唱功如何。节目90%的时间都在舞台上，剩下的10%分配到每个歌手那里也所剩无几。华晨宇是人气歌手，所谓人气其实是一把双刃剑。当你以流量身份上一个对专业技能相对高的节目时，你只要在专业方面稍微表现不好，就会让人以为你的实力都是粉丝们吹出来的，你只能专心致志地准备你的舞台，展示自己对音乐专业的认真态度。所以华晨宇不需要抓住这几%的镜头展现自己不同的另一面，因为他还有其他例如王牌对王牌这样的综艺节目可以展示。王牌对王牌是一个很善待流量 MC 的节目，基本上沈腾他们都会主动 Q 花花，他在这个节目可以随意表现自己活泼可爱的另一面，增加节目效果。华晨宇每次都很认真的玩游戏，也不显得单调乏味了。有了沈腾、贾玲，真的不需要负责搞笑了。花花几期节目之后也能更加融入团体了，就自然做游戏入戏了。第4季王牌是姨太比较喜欢的一期，甚至比以前3季的很多期都很好看。华晨宇在王牌里的表现专业、厚积薄发、机智、幽默、腹黑可爱，声音变化莫测，人也超帅气。华晨宇在粉丝心中与在观众心中是2种感觉，所以如何看待华晨宇在歌手与王牌的不同表现，应该分为以普通观众的角度来看。首先，因为华晨宇粉丝基数庞大，并且有不俗的唱功，自然不能站在狂热粉的角度来看。那样来看，华晨宇是不全面，也是不负责任的。作为一个普通观众，可以看出来华晨宇在歌手与王牌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。歌手作为国内具有权威性、规模最大的音乐竞技平台，他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，几乎在场的歌手都是顶尖级别的。而王牌相对于他来说，综艺方面就强了一些，不主打唱功，而是让观众看得轻松，不像在歌手那样提着心，所以华晨宇的心态表现也就相对放开了很多，让很多人感受到了他的可爱。不管怎样，华晨宇在音乐方面的实力与才华都是毋庸置疑的。在歌手，他似乎看着比较傲气，像个大魔王，因为唱歌这块他是专业的，是自信的，所以他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。在王牌，他可能就是私底下的自己，像个大男孩，可爱呆萌，因为这是综艺节目呀，他不需要拿自己专业的姿态来对待，放轻松些，效果更好。他是综艺小可爱，也是酷帅独立歌手。无论是在歌手上的燃将，还是王牌对王牌节目上的弟弟，华晨宇都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认真对待每一次的舞台。那一刻，观众看到的都是鲜活的华晨宇。每一次新的路程会解锁不同的一面。如果你听过一些华晨宇的作品，你可能会和我一样惊讶。一位出道7年之久的年轻歌手，音乐里竟然很少有情情爱爱。他关注的、表达的、吟唱的，很多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内容，比如癌。癌是华晨宇为关于癌症的艺术作品创作的一首无字歌，暗黑系曲风，一开口就让人浑身不适。我在听到这首歌后面的颤音时，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眼前甚至出现了某些错觉。查了些该歌的相关资料后，才明白这首歌是华晨宇早期人生实验的作品。单单通过声音雕刻病痛带来的折磨与扭曲，让人心痛如绞，感叹连连。在找资料的过程中，有看到一些像这样批评的声音：你华晨宇又没有患癌，有什么资格为癌症病人写歌？
其实这样的声音并非只是单纯的杠，因为别人的痛苦永远都是别人的，我们无法完全的感同身受。但要说华晨宇自以为是的对癌症患者感同身受，就太冤枉他了。他的这首《癌》是唱给健康的人听的，希望大家注意身体，警惕疾病。健康的人体会不到癌症患者的痛苦，癌只是华晨宇以自己的理解告诉我们，你听到这首歌感受到的是不舒服、压抑、恐惧，都还仅仅是这3分多钟的表象。真正的癌是什么？它只会更糟。对于伤痛的表达，华晨宇有着出乎意料的冷静，不过分热情，也不冷眼旁观。他用音乐告诉世人有这样的存在，也对身在其中的人说，我看到了你的伤痛。之前他发表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，与癌不同的是，这首歌所面向的正是抑郁症患者，而非心理健康的人，但又与癌有着相同的立场及冷静的表达存在。说实话，以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，是一位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推荐的。当时朋友对我说，歌里的一些场景就是他曾经的生活状态。听到这首歌时，有一种被人看到了内心的感觉。我从不认为这世上有一首歌就能治好的病症，但要说歌曲对人存在着某种影响，倒是有可能的。最近几天我又重新来听这首《好想爱这个世界》啊，突然发现原来不加情感修饰的描述也是分担痛苦的一种。就好像有人跟你说他心情不好很难过，你是选择鼓励他，要他振作坚强起来，还是选择认真的看着他说，我知道你一定是不开心了，你从前很爱笑的。答案一定是后者，因为当初就是我说的这些话，让朋友突然情绪崩溃，掩面痛哭，第一次跟我坦白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抑郁。作为非抑郁症患者，我尽可能的保持客观去听这首歌，发现整首歌里华晨宇没有提到过一句有关希望、温暖、快乐等积极向上的词汇，演唱方式也不轻快，更像是跟一个人面对面的轻声交谈，说你应该努力坚强的站起来。也有像华晨宇歌唱里的我来到你的身边，走进你的痛苦，说别怕别怕，你看啊，我也在这里啊。不强迫你快乐，肯陪着你难过的人，又何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慈悲？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到他在节目排名第2的歌曲《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》。从名字上看，这是首为特殊期间所生病的国民而唱的歌，但听他演绎完后，你会发现他唱的每字每句都没有情感煽动。我预想的加油、希望、美好的词汇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句歌词里。他在唱什么？他在唱时间，唱自我。所以他唱我知道你很纠结，但你总要学着自我和解。他也唱或许留下遗憾，也算经历了潮起潮落，惊喜会在裂缝中结果，这些不正是黑暗中的光吗？最后为整首歌注入灵魂的就是众人的独白，没有一声声的加油，但带给听众的内心力量比任何鼓励都让人动容。华晨宇能想到这样点睛之笔的独白，一点也不让人意外。相信说了这么多，肯定还是会有人对华晨宇的音乐嗤之以鼻，说的那么好，但他音乐真的不怎么样，完全欣赏不了。这些我也都能理解，无论从自身唱功、歌曲传唱度、大众共鸣等哪方面来看，他都不是顶尖的歌手。但是观念比能力重要，行动比承诺重要，感知比告知重要，创造比证明更重要，尊重生命比别人的看法重要。在参加这期歌手时，华晨宇说，经典老歌是经典，但是时代也还是要有每一个时代的音乐。我也希望观看节目的人能够看到现在年轻人的音乐，它也是有灵魂的。不知道华晨宇有没有看过节目的弹幕，当他说这些话时，里面可出现了不少骂声。你代表不了现在年轻人的音乐，你除了会吼叫还会什么？华晨宇的歌听着都一个样，不过我想他即便看到了也只会付之一笑吧。花花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没有放松，一太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，也支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参加歌手只是希望他能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多休息，不要太累。参加王牌希望他玩得开心，注意安全，不要受伤。即使知道他会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歌曲，每一首歌，每一个舞台，一太和大家一样，还是希望他快快乐乐的。毕竟火星魔王、火星村长怎么能不开心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